安德烈尼·古拉耶维奇·别廖佐夫在圣彼得堡的时候，是一家自由主义报纸的主笔。那家报纸叫《祖国》，每天出版8个版，发行量一度达到5万份。安德烈在那家报纸上写社论、写时评、写社会观察。他的文章以尖刻著称，骂过官僚，骂过贵族，也骂过那些假装关心民生的投机分子。他30岁那年被祖国聘为主笔，40岁那年革命来了，报纸被封了，他逃到了远东。他逃到哈尔滨的时候已经45岁了。他带出来的东西不多，一箱书，一架打字机，几件衣服和一个装着全部积蓄的皮夹。他在哈尔滨租了一间屋子，在道里区2楼，窗户朝街。他站在窗前，看着楼下俄国人、中国人的面孔混杂着走过。他对自己说，我要在这里重新办一份报纸。他办的报纸叫《远方》，第一期《远方》只有4版，油印的，印刷质量很粗糙，字迹有些模糊。安德烈一个人包办了所有的内容，他写社论，写新闻，写小品文，甚至自己排版。他用打字机打好稿子，交给一家中国印刷铺排版印刷。中国印刷铺的老板姓方，不懂俄文，但排俄文签字的技术很好。方老板看了安德烈递过来的稿子，问他，你这报纸卖给谁？安德烈说，给哈尔滨的俄国人看。方老板说，哈尔滨的俄国人多吗？安德烈说，多，而且越来越多。方老板点了点头，接了活。第一期印了500份，500份远方，在道里区的俄国人聚居区，卖了1个星期才卖完。不是没人买，是买的人少。安德烈不灰心，他继续办第2期、第3期。他把报纸放在面包房、杂货铺、教堂门口代售，1份报纸卖1个铜板。有些人不买，但会站在门口翻一翻；有些人翻了不买，但记住了这份报纸的名字。第20期远方印了800份，3天卖完。安德烈在报纸上写什么？他写哈尔滨的俄国人生活，谁家的面粉又涨价了，哪家面包房烤的黑列巴最好吃，教堂什么时候有活动，码头什么时候有船去海参崴。他也写一些更深的东西，一个白俄军官在街上乞讨，一个俄国少女在舞厅里出卖自己，一群孩子在垃圾堆里翻找能吃的东西。他不回避这些，他觉得报纸的意义就是让人看到这些。他偶尔也会写圣彼得堡，他写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，写那里的书店和咖啡馆，写他在那里度过的年轻岁月。他写这些的时候，笔调会变得柔软，但写完之后，他会把稿纸翻过去，开始写下一篇关于哈尔滨的文章。他认识赵德厚，是因为一个家具订单。他租的房子需要1张书桌和1把椅子。有人告诉他，道外区有个中国木匠的手艺好。他去了德厚家具铺，在门口看到了正在搬木料的米哈伊尔，和他聊了几句。他走进铺子，看到了那把放在门口的桦木椅子，摸了摸椅背，对赵德厚说，这把椅子做得很好。赵德厚问他要做什么，安德烈说，书桌，要结实的，我每天要在上面写很多字。赵德厚说，写字的人用的桌子，桌面要平，抽屉要顺滑，要什么木料？安德烈说，你看着办，你比我懂。赵德厚用了半个月做那张书桌，他选了榆木，桌面刨得平滑如镜，抽屉装了顺滑的木轨。安德烈来取桌子的时候，用手在桌面上摸了摸，又拉开抽屉试了试，然后点了点头，付了钱。他回去之后，在那张书桌上摆好打字机，写了一篇关于哈尔滨木匠的文章。他在文章里写道，
这个城市的木匠不着急，他们做的每一件东西都打算用很多年。也许这就是这座城市还没有学会厌倦的原因，因为这里的人还在认真的做东西。那篇文章刊登在《远方》的第35期上。安德烈和赵德厚后来的关系不深，但稳定。安德烈每隔1-2个月会去一趟德厚家具铺，有时候买一点小东西，一个书架，一只木碗，一把小凳，有时候只是坐一会儿，和赵德厚聊几句天。他们的对话很短，因为2个人的语言都有限，但他们似乎并不需要说很多话。有一次，安德烈问赵德厚：“你为什么会做家具？”赵德厚说：“因为我只会做家具。”安德烈说：“不，你做得很好，好到让人觉得你是为了做家具才来到哈尔滨的。”赵德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他低头继续干活，但安德烈注意到他的动作顿了一下。1921年冬天，安德烈病了，他开始咳嗽。起初他以为是哈尔滨的冬天太冷，后来咳嗽越来越厉害，他开始咳出血丝。他去看了医生，医生说是肺病，要他静养。安德烈问：“静养多久？”医生说：“至少半年。”安德烈说：“我停不下来，报纸还要出。”医生说：“报纸可以停，命不能停。”安德烈没有听医生的话，他继续写，继续编，继续往印刷铺跑。他把编辑室的炉火烧得旺旺的，裹着毯子坐在书桌前打字。打字机的声音在屋子里响着，像一场不肯停歇的雨。他咳得最厉害的时候，手会抖，打字会打错。他把打错的纸抽出来揉掉，重新打。他打废的纸团堆在脚边，像一座小小的雪山。1922年春天，安德烈写完了《远方》的最后一期，第102期。那一期的头条是一篇短文，题目叫《告别》。他在文章里写道：“我在哈尔滨办了3年报纸，一共102期。我没有改变这座城市，但这座城市改变了我。我在圣彼得堡的时候，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生活，到了哈尔滨才知道，生活是每天早上开门的勇气，是冬天里的一炉火，是一个陌生人递给你的半颗白菜。我在这里见过最好的中国人，最好的俄国人和最好的朝鲜人，他们都说不同的语言，但他们都在认真的活着。如果你问我哈尔滨是什么，我会说，哈尔滨是一个人们认真的活着的地方。我要暂时告别了，但报纸不会停，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写字，报纸就会继续。他写完那篇文章之后，把稿子装进信封，让米哈伊尔送去印刷铺。米哈伊尔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自己去？”安德烈说：“我走不动了。”米哈伊尔看了看他苍白的脸，没有再说，拿着信封走了。第102期《远方》在安德烈去世前3天印了出来。他在病床上看到了那份报纸，让人拿给他。他翻到自己的那篇告别，看了一遍，然后闭上眼睛，说了一句：“够了。”3天后，安德烈去世了。他死在自己租的那间屋子里，死在窗前，死在那张榆木书桌旁边的床上。窗外的哈尔滨正是春天，松花江的冰刚刚化完。安德烈去世后，他的报纸停了，没有人接着办。他的读者里，没有第二个像他一样的人。赵德厚听说安德烈去世的消息后，沉默了一会儿。他想起安德烈最后一次来铺子里的样子，他坐在门口那把桦木椅子上，坐了很久，什么也没说，然后站起来走了。那是安德烈最后一次来德厚家具铺。赵德厚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出钱给安德烈买了一口棺材，找了2个人，把安德烈安葬在哈尔滨的东正教墓地里。墓碑是赵德厚找石匠刻的，
上面只刻了一行字：他在这里生活过。安德烈没有家人，没有遗产，只有一箱书、一架打字机、一堆旧报纸和一篇文章。赵德厚把那张榆木书桌搬回了自己的铺子，放在角落里。他偶尔会看到那张桌子，想起那个坐在上面写字的人。桌子很结实，还能用很多年，就像安德烈写过的那些字一样。后来有人问赵德厚，为什么要在安德烈的墓碑上刻那样一行字？赵德厚说，因为他不是死在这里的，他是活在这里的。那个人没有听懂，赵德厚也没有解释。他转身走进铺子，继续干活。但赵德厚自己知道那句话的分量。他认识安德烈的3年里，从来没有见过安德烈抱怨过哈尔滨，没有见过他说要回去，没有见过他放弃。哪怕报纸卖不出去的时候，安德烈也只是多写一篇更用心的稿子。他的报纸3期、5期、10期、100期，他像一个把根扎进石头里的人，风再大也不肯松手。赵德厚后来把那张榆木书桌放在了铺子的最里面，靠窗的位置。他没有用它放账本，没有用它放工具，他只是把那张桌子摆在那里，像一个空出来的座位。有时候他会在傍晚收工之后，在那张桌子前面坐一会儿，不干活，不看书，就是坐着。窗外的光斜斜地照在桌面上，桌面光滑的像一面镜子。小朱问过他，为什么把一张好桌子空在那里？赵德厚说，因为有人用过。小朱没有听懂，但他没有再问。那张桌子后来被一个人买走了，是一个来哈尔滨办事的俄国商人。他看中了那张榆木书桌，说要买回去自己用。赵德厚说，这张桌子不卖。俄国商人说，我可以多出钱。赵德厚说，不是钱的问题，这张桌子我答应过要留给一个写字的人。俄国商人看了看那张桌子，又看了看赵德厚，最后说了一句，你的木匠铺里还缺不缺书桌的货？赵德厚说，缺。俄国商人说，那我订10张。他说完就付了定金。赵德厚收了定金，转身对老仆说，开工。他做那10张书桌的时候，做得比平时快，不是因为他赶时间，是因为他想通了。有些东西留下来比卖出去更重要，而有些东西卖出去比留下来更重要。安德烈的桌子要留下来，安德烈的精神要通过新的桌子传下去。安德烈那箱书后来被一个白俄学校的老师买走了。老师姓列文，是安德烈的读者。他说安德烈的报纸是他到哈尔滨之后唯一能读到像样的俄文的地方。他愿意买下那箱书。他说要开一个小的借阅室，让更多的人读。列文老师在道里区租了一间小房子，把安德烈的书一本一本摆在木架上。第一本书摆上去的那天，他给赵德厚送来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谢谢你的桌子，让这个城市多了一个写字的人。现在这些书让这个城市多了一间屋子。赵德厚让老仆给那间借阅室做了一排书架，没有收钱。列文老师坚持要给。赵德厚说，算安德烈送的。那排书架后来一直在借阅室里立着，上面摆着安德烈的书和后来陆续加入的其他人的书。借阅室不大，一次只能坐几个人，但那里总有人坐着，有人看书，有人翻报纸，有人只是坐着取暖。借阅室的炉子总是烧着，因为列文老师说，安德烈怕冷。安德烈生前怕不怕冷，没有人知道，但他死在了春天，哈尔滨最不冷的季节。赵德厚偶尔路过那间借阅室，会停下来看一眼，透过窗户能看到里面有人坐着看书。他站一会儿，然后继续走。
他不会进去看书，他不识字，但他知道那间屋子里有一个人留下的东西还在活着。那架打字机后来被列文老师收在了借阅室的柜子里。他说，等有人继续写字的时候再拿出来。打字机在柜子里放了很多年，没有人来拿它，但它一直在那里。安德烈的报纸停了，但哈尔滨的俄国人社区里开始出现了别的报纸，有些是别人办的，有些办了几期就停了，有些办的久一些。他们都没有安德烈的远方那么独特，但他们都在告诉人们一个道理：一个人想说的话，只要说出来，就不会完全消失。这就是安德烈留下的东西，不是102期报纸，不是一张书桌，不是一箱书，是一句被人记住的话。他在这里生活过。安德烈办报的3年里，其实还有一件被人忽略的事，他每个月都会在报纸的最后一版刊登一个栏目，叫哈尔滨面孔。栏目很短，只有3-5行字，写一个在哈尔滨生活的人，有时候写一个卖菜的俄国女人，有时候写一个拉车的中国车夫，有时候写一个在教堂门口乞讨的老兵。他不写他们的苦难，他写他们早上几点起床，做什么营生，喜欢吃什么。安德烈说，他写这个栏目是想让人知道，哈尔滨不是一座由建筑组成的城市，是一座由人组成的城市。人活着，建筑才有意义。有一个读者后来写信给安德烈，问他为什么总写那些不起眼的人。安德烈在报纸上回了一封信，信里写道，因为我也是一样的人，我在这座城市里也是一个不起眼的人，如果没有人记录我们，我们就会像雪一样消失，什么也不剩。那封信刊登在第78期远方的，后来被很多人提起。他让一些人第一次认真地看了看自己身边的人。米哈伊尔在安德烈去世后，有一次路过那间借阅室，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他想起安德烈站在德厚家具铺门口，问他你是哪里人的那个下午。那一次他们聊了大约10句话，其中一句是萨马拉省的黑面包很好吃。当时他没有觉得那句话有什么特别，现在他站在借阅室门口，想起那句话，忽然明白了，安德烈是在用那句话告诉他，即使你失去了所有，你还是可以拥有一种味道，一种记忆，那是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夺不走的东西。米哈伊尔没有进借阅室，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走了。他走回德厚家具铺的路上，经过面包房，娜塔莎正在里面忙。他抬头看到了他，朝他笑了一下，他也笑了一下。他走进面包房，从柜台后面拿了一条黑列巴，咬了一口，那个味道和他家乡的一样，和他记忆里的一样。有些味道会消失，有些不会。安德烈去世1年后，哈尔滨的春天来了一个记者，是从上海来的中国人，姓沈。沈记者在上海的报纸工作，他听说哈尔滨的白俄社区有很多故事，就来采访。他到了哈尔滨之后，先去了道里区的俄国人聚居区，然后去了道外区的中国街区。他听说有一个俄国人办过一份叫《远方》的报纸，就四处打听。有人告诉他，报纸已经停了，办报的人已经去世了。但他在东正教墓地找到了安德烈的墓，看到了墓碑上的那行字，他在这里生活过。沈记者在墓碑前站了很久，他掏出本子，把那行字记了下来。他回到上海之后，写了一篇关于哈尔滨的报道。文章的结尾，他写了那行字，他在这里生活过。他在文章里写道，这行字比任何墓志铭都更像一个记者应该追求的东西。一个人不一定要青史留名，但他至少应该被记录过。他活过，
哭过，笑过，做过一些事，然后离开了。那篇报道后来被很多人读到，有些人因此知道了，哈尔滨有一个叫安德烈的俄国人，办过一份叫《远方》的报纸。赵德厚不知道这些，他只知道那间借阅室还在，那排书架还在，那张榆木书桌还在他的铺子里。那些东西都不说话，但他们都在。他偶尔会在傍晚收工之后，坐在那把桦木椅子上歇一会儿。那把椅子在门口放了很多年了，风吹日晒雨淋，但一直没有散架，因为榫卯结构咬合得好。他坐在上面，看着街道上人来人往，心里想的是安德烈说过的一句话。安德烈有一次坐在那把椅子上，看着街道说，这条街每天都在换新面孔，但椅子一直在这里。赵德厚当时没有接话，但他记住了这句话。现在他坐在这把椅子上，看着街道上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他忽然觉得安德烈说的对，这条街每天都在换新面孔，但椅子一直在这里，他也一直在这里。他和这把椅子都在哈尔滨扎下了根，根扎得很深，深到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。他坐了一会儿，站起来，把椅子搬回店里，用布擦了擦，放好，然后关上了店门。明天他还会开门。安德烈在哈尔滨的3年里，其实做过很多赵德厚不知道的事。他帮助过几个新来的白俄难民找房子，他给一个丢了工作的铁路职员介绍过工作，他替一个被房东赶出来的寡妇垫过房租，他在报纸上刊登过寻人启事，帮一个老妇人找他失散多年的儿子。那儿子最后找到了，在齐齐哈尔的铁路工地上当工人。安德烈把消息刊登在报纸上，老妇人看到报纸之后，哭了一整天。这些事情，安德烈从来没有写进报纸。他做这些事，不是因为他是记者，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做这些事。他是一个白俄难民，他比谁都清楚，一个新来的人在这座城市里有多难。他死的时候没有多少钱，他的积蓄大部分都花在了报纸上。第1期远方亏损，他贴钱；第2期亏损，他贴钱；第3期还是亏损，他贴了整整1年的钱，才让报纸勉强收支平衡。那1年，他花光了自己从圣彼得堡带来的积蓄，但他没有后悔。他说这钱花得值，因为这城市需要一份报纸。列文老师后来在整理安德烈遗物的时候，发现了他的账本，账本里除了报纸的收支，还夹着一些纸条，纸条上写着一句话的备忘，有的是一个地址，有的是一笔钱的记录，有的是一个名字，那些都是安德烈帮助过的人留下的痕迹。列文老师把那些纸条一张一张抚平，加进了一本书里。他说这些纸条比报纸更值得保存。那本书后来一直放在借阅室的架子上，没有人知道里面夹着纸条，但纸条一直在那里。赵德厚有一次问列文老师，安德烈生前最想做的事是什么？列文老师说，他想写一本书，一本关于哈尔滨的书。他说哈尔滨是一座值得被写下来的城市，他还没来得及写，就死了。赵德厚说，那可惜了。列文老师说，不可惜。他说安德烈已经写了3年了，他用报纸写的，他比大多数作家写的都多。赵德厚想了想，觉得列文老师说的对。他回到铺子，看了看那张榆木书桌，桌面上有一道浅浅的凹痕，那是打字机底座压出来的痕迹。打字机在桌上放了3年，压出了那道痕迹，像一个人留下的指纹。赵德厚没有擦掉那道痕迹，他让它留在那里。那道痕迹后来一直在那里。安德烈的哈尔滨面孔栏目一共写了30多期，每期写一个人。那些文字大多很短，有的只有2、3行，但每一篇
都像一张小小的照片，被夹在了报纸里。有一期他写的是一个在道里区卖花的俄国女孩，女孩每天清晨去市场买花，然后把花插在铁皮桶里，站在街角卖。她卖的花不多，有时候卖不完，太阳落山了，她就把卖剩下的花带回家，放在窗台上，让它们枯萎在窗台上。安德烈写道：我不知道他明天还会不会来卖花，但今天他站在街角，手里拿着花的样子，让整条街都好看了一点。有一期他写的是一个中国车夫，车夫姓马，每天拉车从道外到道里，来回10几趟。安德烈写道：他的背驼了，但腿还有力。他拉车的时候不喊不叫，只是走。我问他累不累，他说习惯了。这个城市的车夫们习惯了每天走几十里路，他们不说话，但他们让这座城市动起来。有一期他写的是一个朝鲜杂货铺老板，老板会说3种语言，每一种都不太流利，但每一种都够用。安德烈写道：他站在柜台后面，像一个语言的码头，每一艘船都能靠岸。有一期他写的是一个在教堂门口乞讨的老兵，老兵没有了一条腿，他坐在教堂门口的木台阶上，面前放着一只帽子。安德烈写道：他年轻时替沙皇打仗，现在他坐在教堂门口等别人施舍，他没有抱怨，他只是坐着，像一块被战争磨圆了的石头。这些文字每一期只有那么一点点，但它们累积起来，让远方的读者渐渐看见了这座城市的轮廓，不是地图上的轮廓，是人的轮廓。有一个读者后来在给安德烈的信里写道：我在这座城市住了5年，从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人活过。我读了你的报纸才知道，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故事。安德烈把那封信刊登在报纸上，他没有写回信，他只是在那封信的下面加了一行字：是的，每一个人都有故事，包括你。这行字后来被很多人记住，他让一些人在走路的时候开始注意身边的人。安德烈死后，那些哈尔滨面孔的文字没有结集出版，它们散落在那些泛黄的旧报纸里，像种子散落在雪地里，没有人知道它们会不会发芽，但种子散落了，就有发芽的可能。列文老师的借阅室里收藏着全套的远方报纸，从第1期到第102期，整齐地叠放在书架的最高一层。有时候有人来借阅，他会把那叠报纸取下来，让读者翻看。读者翻的时候，往往会从最后1期翻起，然后看到那篇告别，再往前翻，看到那些哈尔滨面孔。有的人翻完了，会把报纸放回去，什么也不说。但列文老师注意到，他们走的时候，脚步比来的时候慢了一些。安德烈去世的那年冬天，哈尔滨的俄国社区发生了一件事，一个白俄姑娘在街上冻死了。她是1个月前刚到哈尔滨的，从贝加尔湖方向来。她到哈尔滨的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，在教堂门口躺了2天，没有人管她。她死在了教堂门口的台阶上，就是那个断腿老兵经常坐的位置附近。这件事在哈尔滨的俄国社区里引起了一阵骚动，有人骂教堂的人冷血，有人骂难民救济委员会失职，有人骂这座城市太冷漠。但骂完之后，没有人做什么事情。安德烈如果活着，他会写一篇社论，他不会骂谁，他会写那个姑娘从哪里来，她经历了什么，她走到哈尔滨的时候还剩什么。他会写的让每一个人读了都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但安德烈死了，报纸停了，没有人写那篇社论。那个姑娘死在教堂门口的故事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。
哈尔滨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，每天都有新的面孔走来，新的面孔消失，没有人为那些消失的人停留。赵德厚听说了那个姑娘的事，他没有说什么，但他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比平时多放了一双碗筷在桌上。张玉兰问他给谁放的，他说不知道，也许有人需要。张玉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问。那副碗筷在桌上放了一整夜，第二天早上收了起来。赵德厚不是安德烈，他不会写字，不会写文章，不会让更多的人看见，但他做了一件他能力范围内的事。他第二天在铺子门口放了一个箱子，箱子上贴着一张纸，写着旧衣服旧鞋可以放在这里，给需要的人。那个箱子在德厚家具铺门口放了很久，有人往里面放东西，有人从里面拿东西，没有人知道是谁放的，也没有人知道是谁拿的，但箱子一直在那里，像一个小小的码头，货物从这里经过，分发给需要的人。小林看到那个箱子之后，在自家杂货铺门口也放了一个箱子，箱子里放了些旧衣物和一点粮食。老普把自己的一条旧棉裤放了进去，米哈伊尔把一件旧外套放了进去，娜塔莎放了一条毯子。那条街上的箱子越来越多，每一个箱子上都贴着一张写着字的纸，纸上的字不一样，但意思一样。那条街上的人用这种方式记住了安德烈，他们没有念过那篇告别，没有读过那些哈尔滨面孔，但他们学会了安德烈想教给他们的事情。一个人应该看见身边的人。赵德厚不知道这是安德烈的影响，他只知道他放了一个箱子，然后隔壁放了箱子，然后整条街都有了箱子。他后来想，如果安德烈活着看到这些箱子，他可能会写一篇报道，写这条街上的箱子们。他可能会在报道的结尾写一句：这座城市没有忘记怎样互相取暖。